在广东传统婚嫁习俗中，男家在婚前过大礼时，给女家送去嫁女饼，而女家再把嫁女饼赠与亲朋好友，告知喜讯。家族3代做饼的何雪芬是顺德嫁女饼的非遗传承人，至今她还收藏着家族超过100年的制饼秘方书，拥有100年历史的模具，制作着各种传统饼类点心。但嫁女饼始終是他的心頭肉。嫁女餅係男家送俾女家，第一次最有儀式感嘅食物，好食啲啊！個個都讚，係咪等於女家嗰邊係咪對男家嘅印象都會好好多啊？所以我對個質量，我覺得我係比較執着咯。我成日都即係用咁樣嚟去鞭策自己咯。其中5仁馅的嫁女餅寓意多子多福，是餅店里最受歡迎的品種之一。核桃在众多坚果馅料里占据 C 位，因为它的用量很大，但市面上的核桃品种大多有涩味儿。何雪芬一直在寻找心仪的核桃，终于辗转在云南打听到，云南大理拉乌彝族乡只有8000多人口，但种植核桃的历史悠久。是云南核桃原生种源种群保护基地。何雪芬和女儿严云健一起见到了核桃供应商张云新。欢迎你们到我们拉乌乡来，我们祖辈辈都在种着这个核桃。哇，这个地方很舒服啊！哇，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核桃一定很好吃的。那在我们拉乌乡的话，像这样的上100年的古树核桃有上万棵，啊，这种核桃的话，只有我们这里才有。不一会儿，何雪芬猝不及防地看到了拉乌人的艺高人胆大。30米高的100年老树，舒展开10几米的枝干。爬树高手们拿着3到7米不等的竹竿，站在各个树杈枝丫上，拍打每一处长着核桃的枝叶。半空中吹过的每一缕风，都能引起树枝和爬树人心头的一阵颤动。脚要稳着，全身用力，重心掌握好，想着安全的下来。前2天还掉下来一个的，直接就细了。鲜核桃的绿色外皮含有青皮素，氧化后让每位核桃农都染了一双黑手，要靠皮肤代谢才能慢慢褪色。这个是刚刚才打下来的啊，100年老树核桃，它是瘦肉型的核桃，其他的品种的核桃来做一个对比，它的外观就区别很大。这个就像胖子，这个就是瘦子，里面的肉也是一样。这个新鲜的，你们可以直接不撕皮就尝。拉乌核桃的特色就是仁白，回味香甜。寿桃是拉乌老树独有的品种，果仁瘦而结实，油脂较少，容易保存。而常见的肥桃则油脂含量高，放久了容易有哈喇味儿。这个有淡淡的香味，对，脆脆甜甜。对，之前我们找了很久，这个就很白，很漂亮。因为如果那个5仁切出来黑黑乎乎的，其实卖相就不好看了。它这个吃起来就很清甜，越吃越想吃。妈妈想要的味道和女儿看中的颜值，在拉乌核桃身上完美结合，但还需要2道工序，这些核桃才能跟他们回家。为了避免青皮素渗入核桃壳内，导致果仁颜色变深，让核桃在山泉水里洗个澡，更能保持卖相。
洗完澡还不够，这些核桃被送入烘烤房，在柴火烟熏中美美地睡上4、5天，期间火不能停，还有专人定时翻动，保证每颗核桃彻底干燥。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。张云新家人张罗着给何雪芬母女俩送行。奶奶不惜繁复的手工，用浸泡1夜的本地米磨成湿粉，一层米粉，一层红糖，再铺一层核桃碎，交错蒸熟，做成当地过节时才能吃上的蒸糕。松软中带着一丝韧度，齿颊间流淌着核桃的清香。临近中秋，女儿严运健也特地从顺德带来自家做的嫁女饼和月饼，让他们尝尝核桃在广东糕点里的味道。非常好吃，甜而不腻。我们尝一下蒸糕核桃糖。何雪芬最喜欢钻研美食，看到核桃在原产地吃法如此丰富，她动了研发的初心。干了这碗核桃茶，母女俩就带着新鲜出炉的核桃回到顺德，迎接年底最忙碌的結婚季。雲南拉烏嘅合桃、西山欖仁、美國嘅巴旦木，我希望佢哋都係做最好嘅產品，好啲好啲再好啲。虽然是100年老店，但一家子并没有完全守着传统。比如五仁馅里早就超过了5种果仁儿，瓜子仁儿、核桃仁儿、杏仁儿、腰果、松子等，都保持着完整的果仁颗粒，确保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挨挨挤挤的各種堅果，香糯耐嚼，清甜不膩。少油少糖，咁食起身其實同平時食過人條啊個口感係一樣嘅。調好馅料，何雪芬給自己的一對兒女重新複習功課。我爸爸係咁教我，即係我媽又咁教我，到我阿公都係咁教，就百藝可以旁身，等於有啲人學彈琴，有啲學寫畫，咁你學整餅係啦。係個技藝好關鍵咯，即係易學難精咯。好有興趣。翻到去就會同埋同事一齊做咯。留學歸來後，姐弟倆決定繼承這門手藝。先是開皮，以盡力搓豬油、水、高筋麵粉形成韌性的水油皮，再將豬油和低筋麵粉混合，搓成酥鬆的油心。用水油皮包裹油心，反复推壓折疊後，形成24至32層的餅皮。這就是嫁女餅外皮酥而不散的秘密。還有一項聽上去像武林秘籍的技藝，何氏螺旋手。何氏嘅旋轉手啦，係轉住緊我嚟包，佢就包得個底好薄嘅。佢越薄嘅話，最後個餅底會越靚咯。佢面頭嗰層會最後切開係好多層酥。10隻手指呈順時針方向規律旋轉，不到4秒鐘，面皮完美均勻地裹住餡料，一個個底兒薄頭厚的嫁女餅就做好了。男家送，女家派，小小的嫁女餅成就老廣傳統，最能傳播喜氣的婚嫁聘禮。